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拍营救汪星人多次被狗狗咬伤，采访时还说狗狗不是故意的。程毅在拍摄营救汪星人时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善良品质，在整个拍摄过程中，他始终展现出对待动物的温柔与包容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与狗狗亲密接触的过程中，程毅多次遭受抓伤、咬伤的经历。尽管受伤，但他从未表现出对狗狗的愤怒或责备，而是始终保持着理解和宽容的态度。这种善良的行为让人为之动容，也展现了一个优秀演员的高尚品格。在拍摄现场，程毅不止一次被狗狗抓伤、咬伤，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会引起恐慌或者不耐烦，但程毅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平静态度应对这些突发状况。他没有责怪狗狗，反而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，狗狗并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不小心扑到它了。面对这样的意外情况，程毅从未失去对狗狗的善良与理解，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相当好的榜样。程毅对狗狗的理解和包容态度值得我们深思。他从未因为受伤就对狗狗产生恶感，始终用善良的心态对待这些无辜的动物。在接受采访时，他再次表达了对狗狗的理解，表示狗狗不是故意要伤人的。这种包容与理解的态度，不仅展现了程毅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感，更让人感叹他内心的善良之处。在程毅看来，狗狗伤人并非出于恶意，而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或无意识。他认为狗狗是善良的生物，不会故意伤害人类。这种理解和包容的心态，让我们看到了程毅对待动物的宽容与爱心，也让我们反思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，应该更加理解和爱护身边的生灵。程毅对狗狗可爱之处的描绘，让人仿佛置身其中。他用饱满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，描述了狗狗的可爱之处，无论是在拍摄现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他对狗狗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这种热爱动物的态度，不仅体现出程毅对生命的尊重，更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温暖与善良。在整个拍摄过程中，程毅所展现的善良品质，不仅体现在他对动物的爱护和理解，更体现在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对他人的关爱。无论受伤还是面临重重困难，程毅始终保持着乐观与善良，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，也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优秀演员内心深处的高尚品质。营救汪星人，程毅化身超级训犬师。由星汇天机影视传媒出品的萌宠公路营救动作喜剧电影《营救汪星人》在青岛举行媒体探班，首次揭开了电影拍摄的神秘面纱。男主角程毅携数十只汪星人演员出席了此次媒体见面会，现场化身训犬师，跟狗狗们亲密互动。程毅伤痕累累，笑称被咬是家常便饭。当日拍摄恰逢 FFC Across 少年团友情客串，本色出演偶像天团，动感的舞蹈、帅气的外形，吸引了大批粉丝捧场。男主角程毅数次穿越拥挤的人潮，寻找爱犬大熊。拍摄间隙接受采访的他，也向大家展示了自己手上的多处伤口。不光是手上，有些场景我穿着背心，胸口、脖子、手臂上经常被挠出血道子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据了解，开机刚半个多月，程毅就被狗狗咬了3次，所幸不太严重，及时处理后伤口并无大碍。更让他无奈的是，自己的裤子不知道被狗狗尿了多少次。由于每天的拍摄现场都有很多汪星人演员，程毅开玩笑说本组工作人员天天都有狗屎运。为流浪狗落泪，呼吁爱心人士领养。电影《营救汪星人》是一部萌宠公路营救动作喜剧，讲述了退役警犬训练员与拉布拉多组成神犬特工队，与犯罪团伙斗智斗勇，
经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营救的故事。除了经常出镜的10几个品种20多只汪星人演员，还会出现大量客串汪和流浪汪，最多的一个场景更会有上百只狗狗出动。之前从来没养过狗的程毅，这几个月跟萌宠同吃同睡，俨然一副专业铲屎官的架势，各种训犬口令张嘴就来。据了解，几天前在流浪狗收容所拍摄的一场戏，也深深地触动了程毅。其中一只被戳瞎眼睛的小狗，更是让他心疼不已。此次程毅借由媒体探班发出呼吁，希望想养狗的爱心人士能优先考虑去领养流浪狗，让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有一个温暖的家。拍戏健身双管齐下，程毅变拼命三郎。此次媒体探班，不少人发现程毅跟以往有些不太一样，健康的小麦肤色，肌肉线条明显的身材，愈发有男人味儿了。程毅透露自己为了更加完美的诠释出退伍军人的角色，在高强度的拍摄节奏下，每天早晚均到健身房打卡练习，动作戏也很少用替身。在抠图、替身愈演愈烈的今天，程毅作为新一代的年轻演员，实属不易。作为营救汪星人的出品公司，星汇天机影视集团一向在类型片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尝试，曾出品的影片《关云长》收获了绝佳的口碑和票房，《叶问2》锦衣卫竖起了历史题材动作片的经典标杆，电影《绣花鞋》开创了唯美惊悚片的先河，女生宿舍充满荷尔蒙与青春偶像色彩的惊艳设定，无疑让悬疑推理电影更具人性光辉。2024年。星汇天机更是以大制作呈现细腻情感的不可思议打出3D 科幻喜剧王牌，再次剑走偏锋，收获不俗口碑。此次星汇天机再次标新立异，力求将电影《营救汪星人》塑造成萌宠动作喜剧类型片经典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营救汪星人程毅经历了什么？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他眼里的温柔和爱意，暖暖的、浅浅的笑，融化了心里每一个坚硬的角落。可是，他的手明明是流着血，被狗狗咬破了，是会疼的。宣传采访的时候，记者看到他手上、胳膊上都是被狗狗咬后留下的伤痕。他说他们都是不小心，不是故意的。整整3个月训狗狗，到不同的警犬训练部队练武术、健身。每天从早到晚就这样在重复中交付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和时间。拍摄期间，他在粉丝群还和果果笑说，他们拍摄的地方真的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什么都没有，买个水都不方便，还调侃自己晒得跟黑炭一样，还会发微博晒自拍对比呢。片方曾说，艺人前后共付出了10个月的时间。程毅27岁最好的日子里的10个月，多么珍贵的300天，好想情在手里呵护的日子。这就是我宝那纤细修长、白白嫩嫩的手。青云志以后的踌躇满志和少年心性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点点的褪去，眼里少了点眼光和自信，有了一些退缩和怀疑。空降粉丝群说，如果有一天哥哥退出这行，你们还会支持哥哥吗？他如此热爱演戏，如此报喜不报忧的一个男孩子，怎样的失落和情绪的攻击，才会在凌晨打下这短短的10几个字？今天他们每一个字依旧重重地落在我的痛处。此时距离青云志已经过去整整3年，但他说过，只要朝着初心奔跑，慢一点也没有关系。我亲爱的琪琪做到了，他咽下委屈，扛过黑暗，原谅所有，成为今天闪耀的大明星。但愿有一天还能听到他这样絮絮叨叨。我没有照顾过小宝宝啊，但是就是因为有个教练跟我说，如果你把狗狗照顾很好的话，那以后你生 baby 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因为你会把 baby 照顾得更好。双引号，养一只狗你就是的做爹做妈，从白天到黑夜，因为你一直和它在一块儿住，你必须的去真正的去了解它，
而且用心的去观察它，因为狗狗就是小孩嘛，它想吃饭了，它饿了，它的不舒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它如果拉稀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它如果晚上不睡觉，一直在咬东西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洗澡其实也蛮讲究的，怎么去洗？你注意它，你不能去进它的眼睛，进它的耳边，你要跟它玩，它就是小朋友，你要跟它玩，它才会喜欢你，还会爱你。你都不理它，你就跟它玩，它怎么会依赖你、喜欢你？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耐心，而且你训练的时候其实不能太过，你一直在反反复复训练，它会什么呢？那他就觉得好有趣，他大概的时间是控制到了20分钟，半个小时最多了。那喜欢肯定还是大熊因为你跟他的时间接触的最久，你陪伴他最久，你要训他最久，和他要一起吃饭，一起相依为命的那种，肯定对他还是最爱。